中国新年假期刚刚结束，人们就纷纷赶回工作岗位，为的就是想赶早挣钱。而这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，很多实体店并没有在过年期间大赚一笔，反而是生意冷淡，甚至不少店家呢已经都倒闭了。一名东北男子在人潮冷清的万达广场感叹经济完了。经济啊，完了，全灭了，来车了。山东临沂啊，大年初六，这是什么情况呀？这是什么情况呀？啊？这是什么情况？这是什么情况呀？都倒闭了吗？今年这是什么情况？这是啊，又一个，哇塞，这什么情况呀？这是一年了，你看这转让的店都那么多，这一个转让，这又是个转让的。等一下再看还有哪家，这又是一个出租的啊，之前还在他家吃过饭，这个也转让，在他家吃过饭，看看还有哪家，开了也没多久，也出租了，转让了，干不下去了，这个也转让，这个也转让了，还有一家，这两家店我都吃过，这饭店，相对来说倒闭的比较多，这边还有一个店转让，看看今年生意多难干。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福建省福州市的街头，才大年初八，街上很多店铺就贴出转让出租的广告，太离谱了，整个商场都集中倒闭了，这里几十年的辉煌，那一整片大楼，原先是车水马龙的街道，现在好空空如也。像这样的商场，未来3到5年全都会倒闭。我不是危言耸听啊，因为现在这种商场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客流、没有顾客、没有销售额。实体店老板们纷纷在网上晒出自己的辛酸经历。朋友们原以为过年期间会大卖特卖，但是万万没有想到，这几天比平时的生意还要差。今年是大年初3，从一大早我就开始往外面把这些东西摆出来，到现在就是下午2点多了啊，现在是外面已经是下着雪了，我要把这个东西搬进去，到现在的话才卖了一提啊，赚了不到5块钱。一大早我就摆得好好的啊，你看现在路上一个人都没有，过得我是真糟心，我感觉像过了一个假年一样。年前呢，我们家是囤了不少礼盒的，然后过年这几天了，我们家也是每天早上天没亮就爬起来把礼盒往外面摆的时候呢，信心满满，一到顾客来呀，那个价还的你啊，直接动不了。顾客一开口，直接还到你的进价，还要威胁你卖不卖，还要收你们家的东西了，为什么卖的这么贵？做了3年多的生意，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像今年这么无力。你说卖吧，你挣不到钱；你说不卖吧，这货业全部压在你家里面。真的，从过年初1到现在，我没有哪一天有个好心情，反而把自己呢还过焦虑了。一名在上海生活的小伙子表示，今天下午去吃饭，发现楼下店铺全关了，于是我就在网上搜了一下，发现不只是我楼下，上海有超过60%以上的商户今年都选择了闭店回家过年。这个数据比去年翻了一番，去年整个上海的春节闭店率还不到20%，今年直接飙升到了惊人的60%。也就是说，每10家商铺当中就有6家选择了关门歇业。如果你不做实体，你可能感觉不到这组数据意味着什么。要知道，往年的春节期间可以说是商户们最挣钱的时间段。一名女士说出实体店倒闭潮背后的原因，即人们都在网上购物。你信不信2025年的实体店完都要完了？这里社的大改啥子看？满街的荒凉，而不是出租都是转让，甚至很多实体店老板还在幻想当国家出手来整顿电商、打击电商，让他们线下的实体生意好起来。真的，那简直都是一种幻想。哪个现在不是躺到屋头卖米面粮又日用百货？哪个还在线下来过？如果真的是啊，那把大的出租转让看起来都有痛心。过年原本是打工人1年中最期盼回老家和亲人团聚的日子，但是2025年的中国年却显得分外的沉重。不少人因为囊中羞涩而在外地简单的过个年，很多人即使回老家过年，
也不得不在大年初二、初三就开启了返程之旅。这背后的原因就是工作越来越难找了。年已经过完了，哪里有要小工的，管吃管住就行。外卖这一行实在太卷了。初八开门红，发现公司倒闭了，这种心情谁懂？朋友，初八刚到公司，发现公司倒闭了，然后公司里面的东西真的是啥也没有了，空落落的落在一个人站在门口发呆，这是我朋友的一个现状。很多底层百姓找工作求生存也充满着艰辛。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，还有这样的找工作的方式。凌晨5点，一群人朝着同一个方向匆匆地赶路。他们来到同一个地方，是为了求活儿，甘愿在寒风中蹲守4个小时。生意人赚不到他们的钱，这群人只卖活计相关的工具。即使起那么早，很多人也不舍得吃早餐，手里钱被掰成一块又一块的在用。早上6点半，招工的面包车终于启动了，带走的不足20个干活的工人，剩下大多数人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等下一辆招工车到来。他们一天150块的工资还要被压价，有些人呢甚至还会被拖欠工资。今年的工资都没要到，好，是真假？大用的4000块钱，他拿了3000的，有1000块钱他都不拿。差个9千多，差个万多块钱，现在打不通了，大家遇到我都把。面对生活的压力，中国民众选择最无声的抵抗，即不买房、不结婚、不生娃。不管你们信不信，掏空3代人6个钱包的闹剧终于要结束了。现在全国的现状是不婚不生，人口老龄化，钱难赚，没人买房，你就品吧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我们过去所信奉的价值都在逐渐崩塌？买房子可能会赔钱，结婚生娃过得不如单着，小孩子上了大学出来也可能找不到工作，某冠之后好像只有活着才是最有价值的事儿。城里找工作难，而小县城也有自身的尴尬处境。个竞争力都越来越没好了，搞得的，你讲是的吧？过得了噻，政府冒进，工程规不得毕，直接就影响就业岗位，没事做了是吧？工业跟摆，已经闹得沸沸扬扬，下不得地的工业园区啊，大面积的工，没外来人口的，当地个经济啊就一落千丈，人才匮乏，偷得书的啊还要出去，农民在外头当牛马，也不愿在老屋里当角色。那些有钱的老百姓在本地找个会拍抖音的咯，都找不到。现在个情况呢，就是房子没人买，买得也难买，装修搞紧张，饭店没人去，在屋里搞饭吃个日子啊，越来越多的，喘过喘不起，不是骗个请客的，还真的不得去。今天是小年啊，看俺们密山的经济咋样？这是我们密山比较繁华的地段了，现在是9点40多早上，无论是大街上还是商场里，你看看这人少得可怜。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消费降级，这就是突然一下子就没有人了。我们东北呢，本身人口流失就比较严重，而且今年呢，我们这个农业县城种地的这些老百姓呢，也都没赚到钱，所以啊，就导致本来就不好的东北更是雪上加霜了。即使中国百姓在痛苦中哀叹一年不如一年，但中共依然堂而皇之的在春晚上歌颂党的领导如何如何，中共喉舌依然鼓噪人们生活的如何如何。但这显然已经糊弄不了中国的民众了。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说，亿万农民的钱袋子越来越鼓了。农民的钱袋子鼓不鼓我不确定，但我确定的是，这肯定不是农民写的，也没有真真正正的采访过农民。谎言的最高境界就是每一句话都是真的，但组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巨大的谎言。而现实总是让中国政府那么打脸，无论其怎么吹嘘人民的生活好了，但中国底层百姓的贫困依然让人感到触目惊心。大家看一下这个社会啊，是为什么呢？这些人都睡到这些公用厕所啊，还有好多睡到那些废弃的那些房子里面呢。中国人常用当牛做马来形容一个人的窘迫，但这句看似玩笑的话却在中国真实的上演。据路媒潇湘晨报报道表示，2月4号是中国新年假期的最后一天，也传出一件让人泪目的事。2月4号中午，湖南省长沙南站16站台，有一名40左右岁的男旅客在排队准备登车时，突然间晕倒了。医生赶来发现，该男子心脏骤停，颈动脉搏动消失，
甚至出现瞳孔散大和口吐白沫的惊险现象。经过心肺复苏等抢救以后，男子恢复了呼吸。但男子醒来第一句话就是要赶高铁去上班，并不打算去医院。但他因晕倒时可能伴有外伤，也不排除会出现合并脑出血的可能性。在医生建议下，他决定到医院去进一步就诊。对于这件心酸的真实事件，网友们纷纷表示：40岁的我深有体会，房贷车贷，上有老下有小。有人说，什么工作这么重要？这也许是他赶不上就会失去，而且很难再找到的一份工作。活着不易，保重身体。打工人现在都太难了，尤其是到中年，上有老下有小，顾虑的更多，就业环境又卷又不好，心塞。也有人指出，这是大部分打工人的真实的写照，而这也是很多中国人的一个缩影。在中国经济不断下滑的当下，中国政府没有切实为百姓考虑如何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，反而在电视、新闻媒体中不断的洗脑，在现实中不断继续榨取百姓的民脂民膏，还对外继续大撒币。这样的政府对百姓何来关爱之意？当中国人不断从苦难中清醒时，中共政府离倒台的日子相信也不远了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您订阅、点赞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